女人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跪地求她鞭打的兽父，其内心竟然想杀了她，只因女人十分邋遢，几年不洗澡，不但不履行雌性职责为雄性们稳定灵力，甚至还把自己雄性拼命猎回来的食物拿出去送给外面的野男人。稍不顺心，更是对5个兽夫侮辱打骂，以至于兽夫们在他的淫威下个个羸弱，灵力低微，只能在族群最底层苟活着。这也导致了几个兽夫对他的怨恨越来越深。而就在刚刚，原主遭了报应，在吃野兔的时候狼吞虎咽，导致被兔子骨头噎死，当场嗝屁。而一旁的兽夫看着他被骨头卡住，直到没了气息也不曾施救。他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，黑泥粘在皮肤上，刺鼻的腥臭味让他忍不住干呕。就在此时，他的目光与跪在地上的清秀男子对上，他单膝跪地，手中还握着一根满是金刺的树枝。此主，我没有捕到大型猎物，请你鞭打。软软愣住了，这是什么鬼设定？眼前的男人看起来清秀俊雅，可他的举动却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。他试图扶起男子，但脚步却一顿，耳边突然响起一个阴沉的声音：恶词，要不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印记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杀了你。软软僵住了，他转头看向男子，发现他的嘴唇未动，但声音却清晰地传入他耳中，这是他的心声。惊愕之际，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软萌的声音：这是灵泉系统附带的读心术哦，这样就算有人在心里骂你也知道了呢。还没等软软回过神，突然一阵狂风席卷而来，一只巨大的白毛狐狸叼着半米长的大鱼跃入山洞。又开始了，冷冷的声音响起，狐狸瞬间化为人形，银发垂至腰间，狭长的虎眼透着不屑，瓷器般的肌肤无瑕如画，软软几乎要被这张绝美的脸迷住，喉咙不由自主地滚动。别用那种眼神看我。白衣语气透着明显的不悦，随手捡起地上的鱼，狠狠地扔向软软，鱼尾活蹦乱跳地甩在他脸上，打得他脸都红了。白衣见状得逞似的眯眼一笑，软软完全没有注意到白衣那狡黠的目光，他抱着这条大鱼，脑袋里闪过的全是菜谱。这么大一条鱼，红烧清蒸还是烧烤？饥饿感让他恨不得立刻开吃，但他作为现代人，实在无法接受生啃鱼肉。想到这，软软低下头，自顾自地思索起来。白衣是火属性兽人，拥有狐火，可这么大风雪，去哪找柴火呢？对了，他自己就是木系属性来着。软软抬起手，试探着在手心凝聚灵力，很快就造出来了一根拇指粗的树枝。可看到这一幕的燕和白衣不淡定了，直接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异口同声道：你竟然会异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本来就会好吧，就是一直没用罢了。软软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，手上的动作却没停，很快就造出来了一捆树枝，锋利的指甲划下几块鱼肉，用树枝串成一串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一把火了。软软抬眼瞥向白衣，顺势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朝他勾了勾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借我一株小火苗用用啊？白衣收起了震惊的表情，冷眼看着他动都不动。软软撇了撇嘴，小气鬼，转而用异能画出一根带着尖头的树枝，开始努力尝试钻木取火。然而一阵折腾下来，他手掌都磨破皮了，连一点火星子都没冒出，他气得直跺脚。人家穿越的钻木取火抬手就来，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？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满脸挫败。这时一股热气擦过他的脸，飘向火堆。他愣了愣，转头看向火堆，只见一株淡紫色的狐火正熊熊燃烧，温暖的火光驱散了洞穴中的寒意。他抬头看向白衣，咧嘴一笑，露出尖尖的小猫牙，谢谢你哈，白衣。白衣被他的笑弄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冷哼一声，别过头去，要不是怕你用踏印，我才不会管你。什么踏印？软软疑惑地翻找记忆，原来在兽氏雌性都拥有复印能力，只要雄性愿意，就可以将控制印记拓在雄性身上。被踏印的雄性受制于雌性，雌性死亡，雄性也会慢慢死亡，伤害雌性还会被反噬。这也正是原主无恶不作却无人敢反抗的原因。软软低头看着火堆，心中逐渐有了一个计划。火光映照在鱼肉上，炙烤出一阵阵诱人的香气。软软小心翻动着鱼肉，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这烤鱼或许就是他改变局面的第一步。他转头看向燕和白衣，发现两人直勾勾地盯着鱼肉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显然被鱼肉的香气吸引。他眨了眨眼，主动捡起2大串鱼肉递到两人面前，来啊，吃点补补。燕愣了一下，指了指自己，脸上充满了怀疑。我们，对啊，捕猎太辛苦了，吃点鱼肉补补。软软认真的点了点头，嘴角扬起真诚的笑意。白衣和燕对视一眼，同时皱起眉头，目光在软软身上上下游移。他今天怎么了？换做以前，他就算是吃不完扔掉也不会给他们吃一口的，今天竟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们。软软撇了撇嘴，心中暗暗吐槽原主的浪费行为，浪费粮食可耻好吧。见两人依旧无动于衷，软软索性撕下一块鱼肉，直接塞进燕嘴里。燕的眼神一愣，本能的想吐出去，却被鱼肉滑嫩鲜甜的味道折服了。咋样，好吃吧？软软得意的问道，随后又转头看向白衣，白衣，你也尝尝吧。说着，他将另一块鱼肉递到白衣眼前，我不吃，谁要吃你的东西？白衣傲娇的扭过头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软软撇了撇嘴，索性不再理会白衣，转身一屁股坐到火堆旁，余光却瞥到白衣那因为咽口水不停滚动的喉结，心中暗暗偷笑，死装糊。洞穴中鱼肉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，软软低头翻动着剩余的鱼肉，脑海中开始盘算，他的兽夫们都很强，而自己却太过弱小，无法独自生存，与其让他们每天想着如何弄死自己，不如先稳住他们，直到他变强为止。想到这里，软软的眼珠子一转，又拿了一串鱼肉递给燕，示意他转交给白衣，而他则故意背对着白衣，装作若无其事。燕接过鱼肉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用胳膊轻轻碰了碰白衣。白衣斜眼瞥了软软一眼，见他背对着自己，似乎毫无关注的样子，便悄悄接过燕递来的鱼肉，隐秘地塞进嘴里细细咀嚼起来。鱼肉鲜嫩的滋味让他眼中闪过一丝满足，好吃。对于白衣来说，这一天的捕猎极为艰难，他耗费整整1天才从冰河中抓到这条大鱼，每次捕不到像样的猎物，软软就会用踏印和金条折磨鞭打他们。如今难得吃上一口热乎的鱼肉，让他久违地感到一丝温暖。但很快，洞穴的短暂宁静被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打破。野狐狸，你们竟敢私藏食物，赶紧把吃的给我交出来！声音刺入耳膜，软软忍不住皱眉回头，只见一个肥胖的如推土机般的女人冲进山洞，身后还跟
跟着2个气势汹汹的雄性兽人。治他的又来了，白衣紫红色的瞳孔微微散着光，眼神若有若无的看向软软。治他的，软软打量着那女人，默默将手里的烤鱼往身后一藏，很快对应上了名字。眼前女人叫做如花，是一只胖橘猫，而那2个男兽人是如花的雄性，分别叫阿冷和阿忍，是一对双胞胎狸猫。野狐狸，我就说你一天都守在冰河上，怎么可能没抓到？竟然敢自己偷偷带回来不给我送去，说鱼藏哪了？如花瞪着白衣一通乱骂，鼻子却敏锐地捕捉到了香味来源，一抻脖子，目光锁在了软软背后的鱼肉上，随即指着软软的鼻子就骂：好啊，你个贱猫，现在都敢躲在洞里吃独食了，赶紧把鱼给我交出来！燕默不作声的冷眼看着，似乎早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饿死一会儿就该跪下给这肥猫舔脚了吧，然后老老实实的把鱼奉上去，再被那肥猫抽几个巴掌，舔脚挨巴掌。我靠，他以前这么下贱的吗？重新搜索记忆，软软简直想掐死自己。如花是灵猫部落中的3阶雌性，因2年内生下雄性幼崽，被部落视为宝贝，至此很多雄性猫兽都对它无条件追捧，而原主欺软怕硬，更是对如花的话唯命是从。有时不但不帮着自己的雄性，甚至将雄性们辛苦打来的猎物献给如花，简直就是这如花的究极舔狗。喂，贱猫，你耳朵聋了吗？贱猫，你叫我。软软不爽的挑了挑眉，不叫你叫谁？赶紧把鱼给我交出来！再用踏印狠狠教训这只野狐狸。面对这女人唾沫纷飞的刁钻模样，软软冷笑一声：你的鱼，这鱼上面刻你名字了吗？还是你撒尿标记了？一口一个野狐狸，一口一个贱猫，嘴巴这么丑，还想欺负我家雄性，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软软说着，直接横在了白衣身前，像一只护犊子的鸡崽子，把白衣挡得严严实实。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白衣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一旁的燕也像见了鬼一样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软软，他竟然直接顶撞如花。平时就算如花瞪一下眼珠子，他都会跪着舔他的，今天怎么？如花显然被气得不轻，他指着软软的鼻子怒吼：你疯了吧？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怎么着？进来就对我吆五喝六的？你跟谁俩呢？长得丑想得美，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！软软毫不客气的回击，如花被气得张牙舞爪，抢圆了胳膊就抽了过来。软软见势不好，侧身一闪，让如花扑了个空，肥硕的身躯重重摔在地上，肥肉颤抖得像一块果冻，还想动手？摔死你活该！略略略！软软贱兮兮的对着吃瘪的如花做了个鬼脸。啊！贱猫！如花恼了，还没等爬起来，就猛地伸手攥住了软软的脚踝，直接将他拖倒在地。放开他！白衣心里一紧，就要冲上前去。你们2个给我拦住那野狐狸和那只鸟，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小贱猫！听到自家雌性发话，阿冷直接朝着白衣冲了上来，一猫一狐顺势扭打在了一起。燕玉上前也被阿热缠住，软软被如花那大身板子压住，丝毫不给楠楠喘息的机会，狠狠掐住了软软的脖子。贱猫，我掐死你！软软眼看就要窒息，他本能的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小猫，尖锐的猫爪狠狠抓向如花的脸。如花惨叫着捂住脸，连翻滚带挣扎。软软趁机变回人形，跳到他背上，对着他的脑袋邦邦就是几拳，让你嚣张，让你欺负我，老娘今天让你知道厉害啊！不要打了！如花抱着脑袋疼得涕泪直流，无奈身子笨拙，起不来也够不到软软，只能嚎叫。另一边，白衣也释放出了9条尾巴，5条死死缠住阿冷，4条抽的阿冷惨叫连连。如花、阿热见到自家雌性吃瘪，急忙推开燕冲向软软。软软敏锐的听到背后冲来的风声，一个转身变回猫形跳了出去。阿热没刹住车，咚的一下砸在了如花身上，直接被他的一身肥肉弹飞了。2个废兽！如花瞪着阿冷，阿热恨铁不成钢的在地上蠕动了下，趁着软软不注意，一把扯住他的猫尾巴，将他泄愤似的往墙壁上扔了过去。完蛋，被他阴了！软软下意识闭上了眼睛，以为自己会变成猫饼拍在墙上，却被一个温暖的怀抱稳稳接住。软软将捂着眼睛的猫爪拿开，映入眼帘的是白衣那魅惑众生的脸。谢谢。软软眨巴眨巴卡姿兰大眼睛，猫爪顺势抱住了白衣的手臂，猫耳贴着头皮，一副关顺的模样。白衣一怔，低头看着软软，心中莫名升起一种复杂的情绪。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软软的原形，原来这么小一只。软软被白衣那眼神看得有些涩涩，不由自主地把尾巴夹在了2个后腿中间，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这傲娇狐狸又纯又欲的帅脸，他真有种想一个翻身把他压在身下狠狠蹂躏的冲动。喂，你们2个当我不存在是吧？信不信我告诉族长让你……如花的门字还没说出口，便被白衣一尾巴扇飞出去，直接摔在地上不省人事，吵死了！白衣薄唇微张，同时毫不留情的松手，将软软丢在了地上。落地的一瞬，软软一个翻身变回了人形，像只黑皮蛤蟆一样蹲在了地上。白衣和燕的嘴角同时向下一扯，总觉得他的猫形态比现在脏兮兮样子顺眼得多。如花快醒醒！阿冷阿热抱着如花一阵晃荡，却始终不见他醒来。忽然他开始口吐白沫，赶紧拖走吧，都到末子了，别死我洞里！晦气！软软幸灾乐祸的在旁边用手扇了扇鼻子，你敢伤害如花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阿冷瞪了几人一眼，和阿热一人扯一个胳膊把如花拖了出去。看着那3人的狼狈模样，软软只觉得大快人心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如花可是3阶的雌性，你就好好祈祷，族长不会来找麻烦。软软把呲着的牙收了回去，叉腰转头道：是他们先动手的，我们是正当防卫好不好？他们才不会管谁先动的手。燕甩出一句话，恹恹的坐在了地上，心里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畅快。以前软软都是帮着外人欺负他们，没有自己的雌性护着，再生气再憋屈他们都不能反抗，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这一次软软忽然站在了他们这边，着实让燕意外至极。哼，跟着你怎么样都会倒霉。白衣嘴上不饶人的斜了软软一眼，转身走出山洞。突然一阵急促的咳嗽声从身旁传来，只见燕靠在洞壁上，脸色有些发青，整个人无力至极，而他的左肩上赫然有一个皮肉外翻的伤口，正是刚才被阿热咬的，此时还在不停的渗血。燕，你受伤了！软软连忙蹲在了燕跟前，燕抬眸看了他一眼，随即一阵心声传了出来，他接下来又要骂我是废兽了吧？呵呵，也是，5个雄性中只有我一个
个是4阶，而且灵力也即将枯竭了，连阿热都打不过，除了被他当抽打发泄的工具，我也没什么用处了。软软暗自啧舌，鸟人看上去坚毅，没想到内心里这么敏感自卑。灵宝，我的灵泉可以用来给别人疗伤吗？可以的，但是会消耗你的灵力和精神力，消耗过多可能会昏迷。软软咬了咬牙，最终还是放弃使用灵泉。他现在太弱了，不能轻易浪费自己的灵力。他心中暗暗疑惑，以燕的风属性异能和4阶实力，按理说不至于被阿热轻易压制。灵宝适时解释道，雄性需要定时和雌性交配才能维持灵力稳定，否则会逐渐溃散，甚至瘫痪。交配。软软听到这2个字，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，那岂不是就是他想的那个意思？你有5个老公哦。灵宝恰到好处的一句话直接敲昏了软软的头，他的脸上越来越热，直接想入非非。忽然一股淡淡的香味裹挟着软软身上的汗臭味，在2人中间弥漫开来。燕的眼神一变，这是这恶雌每次发情才会散发的味道。燕脸色铁青的往后缩，你想交配找别人去。软软听到燕的话后，脸刷的红了，急忙摆手解释，不，我没那个意思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出去找巫医给你看看。说完他捂着脸飞快的跑出了山洞。燕没有回话，只是拉过一张破旧的兽皮，背过身躺下。他心里清楚，巫医哪是说找就能找到的，而且软软怎么可能这么好心。软软出了洞穴，被冷风一吹立刻冷静下来。现在是冬天，食物短缺，请巫医看病得拿食物换，可他家里连张兽皮都没有。想到这里，他咬了咬牙，决定离开部落去狩猎。走了许久，软软忽然听到咕咕的声音，视线一转，发现远处灌木丛里露出了半截鹿角。他眼睛一亮，心里激动的不行，这么肥的一头鹿，要是能拿下它够吃半个月了都。想到烤鹿肉的香味，他舔了舔鼻尖，开始悄悄接近。他变成小猫趴在地上，悄悄潜伏到鹿身边。那只大鹿正悠闲地啃着树皮，完全没注意到头顶的危险。软软看准时机，跳到树枝上，然后猛地扑到鹿背上，一口咬住它的脖子，瞬间血腥味在他嘴里散开。但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那野鹿撒腿就跑，疯狂甩头想把它甩下去。软软见一击没成功，立刻恢复人形，抽出腰间骨刀狠狠刺进鹿的胸腹。鹿挣扎了几下，直接倒在雪地里没了动静。软软有些脱力的瘫坐在地上，抬手拍了拍那野鹿肥硕的身子，可算把你搞定了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身后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软软转身一看，几头流着口水的狼兽从灌木丛中窜了出来，好香的味道。其中一头狼兽盯着软软，贪婪地说道，还有只雌性，今天真是赚大了。软软心里一凉，但想跑却已经来不及了。眼看狼爪快要抓到他，软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突然他腰上一紧，被一条粗壮的青色蛇尾卷住，猛地拉了过去。他吓得尖叫一声，感觉后脖子被冰凉的大手抓住，像只小鸡仔一样被提在半空。他疯狂挣扎着，眼睛一瞥，发现刚才扑过来的狼兽已经躺在地上，口鼻流血，浑身抽搐。忽然脖子上的力道一松，软软趔趄几下，小手乱摸，慌忙抱住了什么。抬头一看，是一排结实的腹肌。他愣了几秒，顺着腹肌往上看，那是一个人身蛇尾的男人。男人长得俊美冷峻，睫毛上挂着冰霜，碧绿的蛇眸冷冷盯着他，气息危险又迷人。你还要抱多久？他正是被赶出山洞的蛇兽夫石鱼。软软连忙松手，尴尬地踢了踢地上的雪，不好意思啊。石鱼没理他，转身用蛇尾缠住旁边一头狼兽的脖子。只听咔嚓一声，狼兽的身体瞬间软了下来，彻底没了气息。软软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脑海里已经浮现出自己被石鱼勒死的画面。是5阶蛇兽，快跑！剩下的几头狼兽吓得腿发软，连滚带爬的逃走了。狼兽跑远后，石鱼脸色一白，身形微微摇晃。蛇类冬季本就虚弱，石鱼被赶出山洞后冻得不轻，但刚刚感知到软软有危险，他还是强撑着赶了过来。软软见他状态不好，下意识扶了一下，却被他冷冷地甩开。少装了，你不是很喜欢看我这样吗？专挑大风雪天把我赶出去，还在这装模作样。软软被对的脸上一阵尴尬，低头后退了几步。石鱼扫了眼地上的鹿尸，语气冷淡地问，你杀的？软软点了点头，小心地打量着石鱼，紧张地扣手。石鱼心里暗自讶异，这个只会躺在石床上等吃的雌性竟然会捕猎，还抓到这么大一头肥鹿。软软听到他的心声，撇了撇嘴，果然他这几个兽夫没有一个对他印象好的。石鱼心里虽然惊讶，但没表现出来。他用蛇尾缠住野鹿的一条腿，拖着往部落的方向走。见软软还愣在原地，石鱼回头瞥了他一眼，不耐烦的道，还愣着干嘛？想留下来喂狼吗？反应过来的软软赶紧小跑几步追上，不敢再拖他，他是真怕那狼会再追过来。石鱼滑动着蛇尾游得飞快，腰腹有节奏的左右摆动着，软软跟在后面，目光却一直盯着石鱼的蛇尾，竟觉得这大蛇的动作有点妖娆。石鱼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心里满是无语，他不会又想把我的鳞片吧？于是他故意加快了速度，想甩掉这个恶雌。软软发现石鱼在加速，连忙小跑追赶，但心里却冒出了一个疑问，灵宝，石鱼他可是5阶兽，怎么还没化出人腿？灵宝不怀好意的笑了笑，蛇类兽人只有羞后才能化作人腿。软软顿时了然，心里暗暗偷笑，原来这大蛇还是个处男啊，真能忍。以前原主看不起兽夫，觉得他们粗鄙，只把他们当免费的饭票。不过既然原主看不上，那他就不客气了。哎呦！软软做事嘤咛一声，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石鱼动作一停，转过身来不耐烦地问道，怎么了又？我好像扭到脚了，你能不能来扶我一下？软软眨巴着无辜大眼看着石鱼，看着软软矫揉的样子，石鱼一言不发，甚至满脸恶寒，好恶心。听到这话，软软有点自我怀疑，是他打开的方式不太对吗？于是灵宝很贴心的在他脑子里放出了他的全身照。软软一看顿时尴尬，他现在这样子狗见到都嫌弃，似乎确实不适合撒娇。于是他一转身变作灵猫，装作一瘸一拐的趴在了那死鹿身上。
石鱼浅浅翻了个白眼，继续拖着鹿和坐在上面的软软往前走。快到部落时，石鱼突然停下，把野鹿甩到地上，转身就朝林子里走去。你不回去吗？软软下意识问了一句。石鱼没有回头，自顾自地进了林子里，心里却在恼火。他把我赶出来捕猎，现在还问我回不回去。刚才感知到他有危险，我连抓的兔子都没来得及拿，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恶词。软软看石鱼不理他，撇了撇嘴，费劲地把野鹿往前拖。他看着部落远处走动的人影，心里有些警觉，这么肥的一头鹿，直接带回去肯定会招来麻烦，得想个办法偷偷带回去藏好。宿主，灵泉空间可以储存一切哦。软软眼睛一亮，立刻把鹿塞进空间，回了洞穴。只见地上的火堆已经燃尽了，洞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寒冷。此刻燕躺在地上，身上盖着一张破烂的兽皮，肩膀的伤口还在流血，整个人瑟瑟发抖。软软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一紧。他从灵泉空间里把野鹿取出来放在地上，然后爬上尸床，翻出一张干净的兽皮，轻轻盖在燕的身上，压低声音轻轻拍了拍他的背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巫医来。燕的身子僵了一下，偷偷睁开一条眼缝，却没有出声。与此同时，洞口的白衣正隐匿在暗处，把软软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眸色逐渐深沉。他心里疑惑，软软这是从哪弄来的异者之路？还有他之前用的异能，怎么感觉像是木血？见软软起身，白衣迅速躲了起来，继续暗中观察。软软刚出了洞穴，就看到一个老头迎面走来，他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兽皮袋，手里还拎着半条冻硬的鹿腿。他眼前一亮，连忙冲上前拦住他。巫医您好。老巫医抬起眼，看到面前的黑漆漆雌性，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妈呀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黑灵猫皮肤也没这么黑吧？软软干咳了一声，试图掩饰尴尬，我家雄性受伤了，能不能请您去看看？老巫医一听有生意，立马摆出一副高人模样，把手往后一背，这个嘛，我可不是白给兽看病的。说着他上下打量了软软一番，鄙夷的撇了撇嘴，这雌性这么瘦弱，肯定生育力低下，没有雄性供养吧？软软强压住怒火，竖起一根手指，我给您一整条新鲜鹿腿。老巫医一听，眼睛瞬间瞪大，当真？兽是冬季食物，只能埋在雪地里保存，吃的时候再挖出来，由于不懂得怎么解冻，就只能生啃，新鲜食物那是可遇不可求。老巫医顿时觉得自己手里硬邦邦的僵尸肉不香了。可，我也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巫医，看在你这么有心意的份上，我就跟你走一趟。软软太阳穴抽了抽，牙齿咬得咯吱响，好一个变如脸。他领着巫医进了洞，却发现燕已经坐了起来。当燕看到巫医时，脸上满是错愕，他的目光落在软软身上，心里复杂不已。他竟然猎杀了一头成年野鹿，还真的为我请来了巫医。软软嘴角一勾，露出一抹邪魅的笑，感动死了吧，我的鸟人老公。老巫医看着地上还热乎的野鹿尸体，两只绿豆眼都在放光，赶紧蹲到燕的旁边，开始检查她的伤口。瞧了瞧后，随口说道，伤口是有点深，但没什么大事，敷点草药就行了。说完，他从兽皮袋子里掏出几株皱巴巴的草药，捣碎后直接糊在燕的伤口上，拍拍手道，行了。软软微微张嘴，表情充满怀疑，这就行了？对啊，这可是顶级的止血草药。老巫医背着手，一脸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心里却暗自偷笑，就算草药没用，兽人自己也能靠灵力恢复。宿主放心，这草药虽然一般，但确实有止血作用。软软听了也懒得跟老巫医计较，手起刀落便切下一条鹿腿递给他。老巫医抱着鹿腿乐颠颠的跑了，笑得嘴都快咧到耳朵根。软软在后面翻了个白眼，怎么总感觉像被奸商坑了一样。燕看着软软忙前忙后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发紧，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软软转头正好撞上燕的目光，燕立刻低下头，手却不自觉地抓紧了身上的兽皮被子。软软注意到他的动作，歪了歪头，你伤得不轻，好好休息吧，别再出去捕猎了，我去找点树枝回来生火，咱们烤鹿肉吃，这头鹿够咱们吃好一阵了。燕咬着嘴唇点了点头，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整个人看起来乖得不行。软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，身上沾满了干掉的鹿血，又腥又臭，他忍不住皱眉，还是得先去洗个澡。他刚要起身，燕终于忍不住开口，词主，谢谢你。软软唇角微微一扬，别叫我词主了，叫我软软就行，你是我的雄性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燕听到这句话，瞳孔猛地一颤，眼底泛起一层微红，他的雄性吗？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。软软将燕的表情心声尽收眼底，却故意装作没看到，转身走出了洞穴，留了个潇洒的背影让他慢慢回味。刚走没几步，一道清冷却好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站住！软软被吓得一哆嗦，猛地转过头，就看到白衣靠在树干上，双臂环胸，他雪白的胡耳微微竖起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但却好看到让人挪不开眼。白衣也不绕弯，直接问道，那野鹿是你杀的？软软微微一怔，随即警惕地看向他，是我杀的，怎么了？白衣盯着他，目光逐渐变得凝重起来，他不对劲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。两人对视了片刻，白衣忽然问道，你是谁？软软心里咯噔一下，但面上不动声色。白衣步步逼近，语气更冷，你不是软软，他不可能会出去捕猎，也不会分享猎物，更不可能为了我们和如花冲突，而且我亲眼看到你凭空把那野鹿拿出来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朝软软逼近，软软的小心脏跳得跟肋骨似的，忍不住往后退，却被白衣一把抓住手腕，力道愈发收紧，眼神中满是迫切，说你到底是谁？软软知道瞒不住了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迎上了白衣的目光，我是软软，但不是你印象里的那个词主，他太饿了，已经被老天收走了。我知道我以前很过分，但我以后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白衣闻言整个人僵住了，脑海里一片混乱，所以他是上天重新降临给他们的吗？这话让软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但他没说什么。白衣松开了他的手腕，修长的指尖勾住他的下巴往上一抬，声音充满蛊惑，那么你会喜欢我吗？白衣说着，面庞朝着软软有意靠近了些，动作带着浓浓的试探，一股淡淡的香味扑面而来，软软差点腿软了，但还是按耐住心里的荡漾，眨巴着粉紫色的眸子反问，你希望我喜欢你吗？他这一问让白衣愣住了，
胡尔不自觉地垂了下去，贴在头皮上，看起来又乖又可爱，看得软软想撸一把他的耳朵。他笑了笑，淡淡说道：“只要你想，我可以喜欢你。”趁着白衣愣神的空档，软软抬手飞快揉了揉他的耳朵，然后转身就跑。这狐狸不知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，我还是先溜为妙。白衣站在原地，耳朵微微发红，手停在半空中没动，身后的狐狸尾巴却兴奋地甩来甩去，嘴角勾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，有意思，真是越来越期待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他是真的变了还是装的。软软一路跑到了后山的温泉池，环顾四周，确定没人后，迅速脱了兽皮，坐进水里开始洗搓。清澈的温泉水瞬间变黑，软软嘴角抽了抽，他这身上是积累了多少陈年老垢啊！洗着洗着，他突然发现温泉边长了一些翠绿的植物，软软眼睛一亮，伸手摘了几片。灵宝立刻在脑海里提醒，这是肥皂草，叶子揉碎后能产生泡沫，可以用来清洁。软软心里乐开了花，缺啥来啥，真是老天眷顾。他刚想扯些肥皂草叶，却在下面发现了一种更眼熟的植物，这不是老巫医给燕用的止血草药吗？没错，这就是仙鹤草，它有止血消肿的作用。兽氏气候特殊，所有草药的药效都很强，宿主可以把它连根挖出来移栽到灵泉空间，也可以直接保存。软软听完顿时兴奋的不行，2株仙鹤草换1条鹿腿，这里有10几株，那这不是发财了吗？他赶紧把一部分仙鹤草和肥皂草收进灵泉空间，剩下的留着备用。他用肥皂草叶仔仔细细搓洗了身子，谁能想到这一层黑泥下面竟然藏着银白如雪的肤色。软软满意的哼着小曲，突然听到一阵水声炸响，吓得他连忙沉进水里，只露出一个脑袋朝声音来源看去，只见对面水里一个黑影慢慢站了起来。什么人？对方低沉的声音传来，接着朝他快速靠近。软软一激灵，心里顿时慌了，不会是色狼吧？他急忙跳上岸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向前扑倒，膝盖磕得生疼，双手乱抓，却意外抓住了一件兽皮。软软愣了一秒，抬头时整个人都傻了，他竟然跪在一个男人面前，而对方用来遮羞的兽皮此刻正被他抱在怀里。迷之角度下，他的视线与某些东西对上，男人满脸黑线，拳头捏得咯咯作响，赤金色的眼眸里闪着寒光。可当他看清眼前的人时，眉梢却微微一沉，竟然是他。雷森，你洗好了没？再不回去，那恶词又要。一个红发少年懒洋洋地从远处走来，胳膊架在脑袋后面。可等他看到眼前场景的时候，下巴差点掉地上。哪里来的不要脸的女人，竟敢冒犯我们有雌性的雄性！红发少年瞬间怒火中烧，瞬间化作一头雄壮的赤虎朝着软软扑去。软软被吓得一哆嗦，赶紧扔掉怀里的兽皮，抱头鼠窜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雷森伸手拦住了赤虎，住手！灵楚，那是雌主。灵楚愣住，化回人形瘫坐在地，目光难以置信地落在软软身上。他看着面前白嫩曼妙的雌性，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那个黑丑的恶雌联系到一起。直到这时，软软才认出来，这两人正是他尚未归家的兽夫。红发少年名叫灵楚，来自炎虎一族，刚成年不久，拥有强大的火系异能。至于眼前这位露枪的金氏帅哥，则是他在这个异世的第一位兽夫雷森，天生拥有极致的金属性异能。雷森收起目光，弯腰捡起地上的兽皮，重新围在腰间，还特意将固定的草绳紧了紧，又顺手抓起软软的兽皮披在他身上，顺势起身别过头沉声道：“把你的兽衣穿好。”软软赶忙爬起来，用兽皮裹住自己，手却有些局促地扭着衣角。雷森的余光不经意间扫过他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几百天都没见他洗澡，差点忘了他是一只白猫。灵楚却仍盯着软软发呆，少年脸上染上红晕，虎耳朵不停抖动，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雌性就是他们的雌主。雷森无奈地拍了一下他的脑门，低声道：“走吧。”两人转身向不远处的雪地走去。软软犹豫片刻，也跟了上去。随后他看到雷森和灵楚从雪地里拖出一头硕大的浩牛，脖梗处血肉模糊，显然是狮虎惯用的杀法。灵楚那血盆大口的画面一闪而过，软软不由打了个寒战，但他也意识到这两人是他在兽世的依靠，他得好好拍拍这俩人马屁才行。可殷勤的话还没出口，面前的灵楚突然转过身来，一把掐住他的后脖子，恶狠狠道：“恶雌，你要是再敢把这浩牛送给那肥猫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这浩牛是他们费尽心力才从浩牛群里抓到的老牛，献给雌主是兽夫的责任，要是再被送人，他们真的是会发疯的。”软软疼得倒吸一口冷气，连连摆手解释：“怎么可能送给肥猫呢？今天他来抢吃的，还被我和白衣教训了一顿呢。”他语气中带着几分讨好，试图平息灵楚暴躁的情绪。灵楚却冷笑一声，松开手将他推了个趔趄：“你捶他，你当我傻的吧？他捶你还差不多。”他双手环胸，语气满是不屑：“平时舔如花那肥猫舔得跟啥一样，现在装什么大尾巴猫？”软软揉着被掐疼的后脖子，心里暗暗吐槽：这老虎脾气真够臭的，手也没轻没重。雷森皱了皱眉，低声说道：“行了，灵楚，别再惹雌主了。”可他的目光却在软软身上停留了一瞬，心中暗自疑惑，为什么这次他没用踏印教训灵楚？灵楚朝软软狠狠翻了个白眼，转身走到浩牛旁，与雷森一起拖着猎物朝洞穴走去。软软咬着唇，赶紧跟上两人。洞穴内，燕倚着墙角，他肩膀上伤口已经结痂，此时正在和石鱼复述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软软找巫医的事情。石鱼盘着蛇尾，碧绿色的眼眸盯着地上的野鹿，眼神里透着几分冷漠。他冷笑道：“原来他是为了给你请巫医才去捕猎的，呵呵，真让人意外，说不定是装的呢。”白衣没有参与讨论，只是微微勾着嘴角，笑得意味深长。燕有些着急，挪到白衣身旁问道：“白衣，你主意最多，你倒是说句话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”白衣半闭着眼睛，懒懒地说道：“或许他只是突然变了性子呢。”但他心里却十分笃定，软软已经不是从前的恶雌了。捕猎可以歪打正着，但用火烧肉，凭空掏出野鹿这些可装不了。雷森和灵楚拖着浩牛进洞时，燕直了直腰，刚想要夸两人厉害，却被跟着进来的软软惊得愣在原地。石鱼紧绷蛇尾，目光在软软身上停留良久，他越看越熟悉，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身份。
奋。雷森、灵楚，你们再不满那恶词，也不应当直接带了陌生雌性回来吧？什么陌生雌性？洗干净了你们就不认识了？白衣不知何时已来到软软身边，狐眸微眯，鼻尖凑近他的脖子轻轻嗅了一下，洗干净了果然不一样。白衣温热的鼻息在颈间一扫而过，十分刻意。软软顿时红了脸，这狐狸简直了。燕被这一幕刺激的猛然起身，扯得肩膀上的伤口痛得咧了咧嘴。而石鱼虽然表面冷静，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。他竟然长这样，被好几双眼睛盯了半晌。软软浑身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头，便是将手背在身后，从灵泉空间取出来了几株仙鹤草。燕，我给你换点药吧。他催动灵力，很快将仙鹤草揉成糊状贴在燕的伤口上。燕感受到他轻柔的动作，心跳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燕慌忙别开头，但喉结的滚动还是出卖了他。白毅站在一旁，阴恻恻地盯着两人，心里酸得不行。他怎么这么关心燕？难不成真对他动了心？软软余光瞥向白毅，心里暗笑，这狐狸怎么感觉有点酸溜溜的？石鱼的蛇尾有意地在地上不停摆动，他已经开始怀疑软软的真实身份。仅仅1天时间没见，这雌性突然会了木系异能，能够捕猎还认识草药，对人的态度也大不同从前了。这说出去谁信？兽夫们有些心照不宣地将软软围了起来。短短1天时间变化如此之大，但凡有点脑子的都知道他们的雌主不对劲。感受到几人的动作，软软知道瞒是瞒不住了，而且他也不打算瞒。于是他站在几个兽夫中间，沉吟片刻开口道：接下来我要说一件事，无论你们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，我已经不是你们原来的雌主了。你们都不是傻子，想必已经有所发现了，我也就没必要继续瞒着你们。这话一出口，洞里的气氛瞬间凝固，除了白毅之外，其他人都擦紧了拳头，满脸震惊。灵楚冷笑着开口：你的意思是，你不是那个恶雌了？他上下打量着软软，语气满是质疑，看着除了干净点，也没啥不一样吗？他摸着下巴，像审犯人似的围着软软走了一圈。软软背着手，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，解释道：是也不是，简单点说，就是灵魂换了个新的。他话音刚落，洞里突然安静的让人发毛。软软咽了口唾沫，偷偷瞄了几眼众人的表情，心里直打鼓。正当他满心忐忑时，一声冷笑打破了沉寂。灵楚倚着石壁，满脸讥讽地说道：你这恶雌以为编个故事就能骗到我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肯定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来折磨我们。大家别信他。软软满脸无语，这倒霉孩子脑子是缺根筋吧？他转头看看其他人，发现雷森默默转身收拾号牛，仿佛根本没听到他说的话。而石鱼则盘腿坐在地上，脸上的表情恢复了冷淡，像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。眼看没人相信自己，软软无奈地摊开双手，转身离开了洞穴。白毅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冷漠，而是慢悠悠地跟在软软身后。他们不信他正好，我可以率先接触新雌主的机会，只要能先占据到新雌主的内心，未来想必就能得到雌主的灵气滋养。他的眼神忽然闪过一丝复杂，暗自握紧拳头，我的灵力快枯竭了，必须要抓住这机会和雌主交配，否则无法强大起来，更别提报仇了。山洞里，灵楚继续愤愤不平地嚷着：白毅这狐狸就是蠢，那恶雌说什么他信什么，瞧瞧还跟着去了。雷森、石鱼，你们可千万不能信他，可别忘了他以前装着对我们好，结果转头就狠狠折磨我们。我永远忘不了他唯一一次对我笑，却直接打断我腿骨的那天。他的声音里带着隐隐的颤抖，眼眶微微泛红，腿上的旧伤像是被唤醒了一般，开始隐隐作痛。石鱼缓缓站起身，轻声道：如果他真的换灵魂了呢？他的声音平静的让人听不出情绪，但灵楚一下子沉默了，眼神闪过一丝无措。片刻后，他又恢复了怨恨的表情，咬牙道：就算不是那恶雌了，也不一定会对我们好，谁知道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此时的软软已经走远，没听到洞里的议论。他背着手来到冰河边，挽起袖子开始挑选石板。兽室里没有烹饪工具，那么最原始最好用的也就是石板了，所以准备挑一块回去煎肉。他在冰河边挖了半天，终于是找到了一块表面光滑薄厚适中的石板。然而当他试图用手掰下来时，却发现石板已经冻得牢牢地嵌在地上，无论怎么使劲都抠不动。你在做什么？忽然一道清朗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软软回头一看，只见白衣背着手站在那里，歪着脑袋看着他，耳朵还一动一动的，看起来倒是有些可爱。我想要这个。软软指了指石板，眼神里带着些许求助。白衣微微一愣，随后抬手唤出虎爪，扳住石板两侧的同时释放虎火，严丝合缝的冰雪瞬间融化。你要这些石头干什么？白衣好奇地问道。我想做个石板灶台，一来可以做饭，二来可以暖暖洞穴。他抱起几块石头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石板灶台做饭，白衣虽然不解，但也没有多问，伸出虎尾顺势将软软怀里的石块尽数卷起。软软愣了一下，谢谢。本来他觉得这狐狸傲娇不好相处，却没想到第一个愿意帮他忙的会是白衣。白衣嘴角微微上扬，谢什么？只要你以后对我好点，我会好好侍奉你的。说话间，他伸出一条尾巴贴在软软背上，那柔软温暖的触感瞬间让他脸红到了脖子根。白衣看着他窘迫的模样，眼尾一垂，唇角不自觉地弯了弯。他没有躲开，他愿意接受我。软软听着白衣的心声，暗自窃喜，忍不住转过身一把抱住了他的尾巴。白衣，你的尾巴好软啊，我好喜欢。白衣身子猛地一震，怀里的石块差点掉了个干净。雌主，现在天还没黑呢。他的声音像是卡在嗓子眼里一样，带着点说不出的羞涩。软软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脑袋里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：宿主。摸狐狸尾巴对狐兽来说可是求偶信号。软软瞬间手忙脚乱地缩回了手，尴尬的连耳朵都红了，一边快步往洞穴里走，一边碎碎念：那个，咱们先吃饭吧，吃饭重要。虽然这狐狸好看到让人心颤，但这才第一天，他还真接受不了这发展。白衣瞧着软软落荒而逃的背影，眉梢垂了下来，尾巴在身后失落地扭了几下。雌主还是不愿意吗？软软刚走进山洞，就看到雷森已经把耗牛和野鹿的皮完整的剥了下来，而灵楚则用骨刀一块块的分解牛肉。在看到软软进来的一瞬间，灵楚冷哼一声，扭头不再看他，完全是一副我不屑搭理你的样子。石鱼本来还在收拾石床上杂乱的兽皮，见到软软进来后，条件反射般的缩了缩尾巴，像是防备他做什么坏事一样。燕呢？软软
软环顾了一圈，却没有看到燕的身影。还没等其他人回答，门口就传来动静。只见燕抱着一大捆树枝走了进来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词主，我去收集了些树枝，你不是喜欢吃火烧过的肉吗？”他瞧着软软的表情，眼神里带着点期待。我帮了他忙，词主会夸我吗？软软听到燕的心思，顺势竖起了大拇指。燕，你太棒了，我还正想去弄呢，没想到你还记得。燕听到这话，眼睛都亮了，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心里一阵小小的激动。他真的夸我了，不过你伤还没好呢，还是别乱动了。等会儿我烤点鹿肉，你多吃点，好好补补身体。软软说着，抬手轻轻摸了一下燕的手臂，这看似不经意的动作，却让在场的几人同时愣了。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自家雌性这么温柔，一时间全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盯着软软看。突然石块掉落的声音炸响，吓了众人一跳。转头一看，只见白衣耷拉着尾巴坐在角落里，怀里的石块全掉到了地上，一扭头坐在了角落里，那脸黑得像锅底。白衣，你不舒服吗？软软见状试探着问，却没想到白衣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头一扭，彻底不理他了。他心里一阵无语，这狐狸咋回事？根据本灵宝的经验，这狐狸醋坛子翻了。软软肩膀一垮，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看来男人多也不是件好事啊。他蹲到白衣面前，堆起笑脸，白衣，一会儿用你的狐火帮我烤这些树枝吧，没有你帮忙可不行呢。白衣依旧闷头不吭声，长长的睫毛盖住了眼眸，模样委屈又带着点傲娇。软软继续温声软语的哄着，乖吗？说着，他伸手揽过白衣的尾巴，轻轻揉了揉，这蓬松顺滑的触感让他心头一阵满足。狐狸尾巴真是让人爱不释手。好，白衣应了一声，抬眼蹙眉的看了燕一眼，那表情查得不行，燕气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直接翻了白衣一个大大的白眼。这狐狸总是这么贱，这副样子到底是做给谁看啊？随后燕一个跨步走到软软身后，一把将她拉了起来。词主，这树枝够吗？不够我再去找点。他故意贴近软软，趁她还没反应过来，微微低头让她撞到自己坚实的胸肌上。软软整个人一愣，满脸懵逼。燕趁机朝白衣挑了挑眉，看看谁才是词主的首选吧，我要成为第一个和词主亲近的雄性。白衣深吸一口气，那眼神恨不得啃燕一口似的。见两人剑拔弩张，软软赶紧逃开，用异能造出几根手臂粗的树枝放在地中央。够了够了，这些树枝被血浸湿了，得烤一烤才能用，我来帮你生火。白衣直接绕过燕，抢着站到软软身边，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势。我来帮你烧树枝。燕也不甘示弱，紧随其后站到软软另一侧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围着软软争风吃醋的样子，让雷森和石鱼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。这么轻易的就相信这恶词，等到他原形毕露，第一个折磨的就是你。林楚冷哼一声，弯腰捡起地上的野兔皮，以后有你们受的。软软专心把树枝堆在火堆前烤干，又用带回来的石块围了一个灶台样的结构，接着将石板放上去，一个简易灶台便成型了。不一会儿，软软已经将鹿肉切成薄片，放在滚烫的石板上煎烤，肉片在高温下滋滋作响，香气扑鼻，连一向对软软冷嘲热讽的林楚都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。白衣和燕一左一右地坐在软软身边，两人看似安静，实则在暗中较劲。鹿肉的香味慢慢飘散开来，雷森忍不住皱眉问道：“你以前不都是直接啃生肉的吗？怎么现在还搞得这么麻烦？”软软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可能以前我口味重吧，其实啊，熟肉才是正道，吃生肉多了容易拉肚子。”他说的特别认真，眼神还透着点真诚。雷森盯着他，忽然想起之前洗澡时，软软不小心直接扯掉了他的兽皮，搞得他当场羞得脸通红。现在再看他一本正经胡扯的样子，竟然觉得有点可爱，心跳还莫名加快了一下。一旁的林楚冷哼了声：“以前那些鹿肉还滴着血呢，你不也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？现在装什么样子？”软软瞟了他一眼，心里直叹气，这只老虎真是最难搞定的一个。算了，不理他就好了。他深吸了口气，把注意力转回到面前的烤鹿肉上。鹿肉被煎得焦黄喷香，他用骨刀割下一块，吹了吹后直接塞进嘴里，肉质紧实多汁，口感好到让他忍不住眯起了眼睛。这肉不错，你们也来尝尝。软软笑着招呼身边几人，话刚说完，他随手举起一块鹿肉准备递出去，却忽然感觉周围的气氛有点怪，抬头一看，发现白衣、燕和雷森全都盯着他手里的肉，眼神别提多复杂了。白衣晃着他那蓬松的大尾巴，小心翼翼地往他身边挪，像一只讨好人的狐狸；燕则抿着嘴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眼神清澈的让人有点拒绝不了。雷森表面不动声色，但眼里藏着一丝期待，也让人无法忽视。软软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这场面真是太难了。随后他果断举起骨刀，手起刀落，把那块肉分成3份，每人分了一块，然后又拿起一块递给旁边冷着脸的石鱼，毕竟这个冷面蛇男救过他的命，得表示一下。石鱼接过鹿肉，坐在火堆旁慢悠悠地吃了起来，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。而林楚看着几个人吃得满嘴流油，吃了一声，直接从一旁扒了皮的浩牛身上切下一块生肉塞进嘴里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次生肉吃起来居然没以前那么香，甚至有点腻的反胃。软软完全没注意到林楚的小情绪，他正吃得开心呢，可能是因为坐得离火堆太近，脚也冻得有点红，他不自觉地把脚伸过去烤火，还用手揉搓了一下。白衣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小动作，尾巴一甩，直接把他的小脚卷住，那种又软又暖的触感让软软愣住。而燕则默默地把刚切好的鹿肉递到他嘴边。不远处的林楚看到这一幕，索性闭上了眼睛，不管这恶词怎么花言巧语，他是不会亲近他的，打死都不会。软软却乐得自在，一边吃着鹿肉，一边感受着脚下的温热触感，被人伺候的感觉也太爽了吧。他抬眼扫了一圈，忽然看到一旁几只扒了皮的兔子，似乎想到了什么似的，出声道：“你们平时抓兔子是怎么抓的？在洞口守着呗。可兔子总是从别的洞跑掉。”白衣有点无奈的回答，雷森也点了点头，石鱼则淡淡的说道：“偷袭，我一般会变回原形，直接埋伏在他们吃草的地方。”软软听完摸着下巴想了想，狡兔3窟确实不好抓，不过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几人齐刷刷的看向他，做陷阱，守株待兔。软软笑得神秘兮兮，哼哼，谁让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，这点小事难不倒我，明天我们就试试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他信誓旦旦的说道。
道。几人见他这么有底气，也都点头同意。毕竟天气马上就要变冷，储备食物是头等大事。吃饱喝足后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软软走到部落外围，扒下几块厚厚的树皮，用骨刀把它们切成椭圆形，想着明天用兽皮缝双鞋。回到洞里，他又往火堆里添了几根柴火，坐在石床边，目光扫过窝在地上干草堆里的几个兽夫，再看看自己垫着厚厚兽皮的宽大石床，心里莫名有点过意不去。要不你们今晚也上床睡吧，这床够大，挤一挤还能睡得下。真的吗？白翼和燕一下子抬起头来，闪烁着星星眼。软软点了点头，当然了，快上来吧。话音刚落，白翼和燕就兴奋地爬上了石床，石鱼也不声不响地滑过来，盘在一角闭上了眼睛。雷森则靠着石鱼坐下，只有灵楚变成虎形后冷冷地趴在草窝里，明显不想靠近。软软懒得管他了，然后自己找了个舒适的位置躺下，很快进入灵泉空间开始修炼。洞穴里很快便泛起了阵阵均匀的呼吸声，但就在这时，燕却睁开了眼睛，悄悄看向身旁的软软，目光里满是纠结。她这么温柔，可我又弱又普通，又比不上白衣那么好看，她会喜欢我吗？另一边，白衣也没睡着，她抱着自己的尾巴，努力克制着某种冲动，好想抱住她，可她总拒绝跟我们交配，万一靠太近惹她讨厌怎么办？忽然一张兽皮被轻轻盖在了软软身上，此时软软意识沉在灵泉空间，没察觉到，但白衣看到了。他一抬眼就见燕正小心翼翼地把兽皮铺好，动作轻柔的像是怕惊动她。白衣脸色顿时黑了，没想到燕平时不声不响的，如今在软软面前也会抢着示好了。于是他用尾巴一下子护住了软软的腰，目光冷冷地盯着燕，仿佛在警告她别太过分了。燕却毫不在意，反而嘴角微微扬起，身子又往软软那边靠了靠。他不说话，但那动作分明是一种挑衅。白衣气得低声骂道：“燕，你这是找死！”话还没说完，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了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只见软软的身上忽然泛起一层柔和的乳白色光芒，像一层温暖的月光笼罩着他。光芒中，一股浓郁的灵气缓缓扩散开来，整个洞穴都被这股奇异的力量笼罩。白翼和燕对视了一眼，脸上满是震惊。雷森和石鱼也被这动静吸引了过来，纷纷围到石床边。石鱼深吸一口气，喉咙有些发干。雄性没有雌性的宠性，就像慢性中毒般一点点虚弱，而雌性身上的灵气就仿佛解药一般让他们垂涎。雷森也忍不住低声呢喃：“好浓的灵气，这是3阶雌性才会有的灵气，他竟然进阶了。”几人面面相觑，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短短1天时间，软软竟然从2阶的低等雌性跃升成了3阶的稀有雌性，阶级的跃升也让软软的五官一下子变得精致起来。雷森愣愣地看着他，脑海里浮现出他初到部落的模样，过去的那个普通女孩，如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低声感叹，看来他说的没错，他再也不是以前的软软了。可不知道现在的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。石鱼心事重重地舒了口气，心中更多的是高兴，这意味着他们至少不用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了。第2天一早，软软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，他觉得身上有点重，动了动却挣脱不开，睁开眼一看，顿时傻在了原地。燕抱着他的左胳膊，白衣搂着他的右胳膊，雷森的脑袋枕在他的大腿上，而石鱼的尾巴还紧紧缠着他的腰。4个大男人把他围得严严实实，像一座肉山压在他身上。啊！你们快起来！软软瞬间炸毛，尖叫出声。他这一嗓子直接把几个男人吓得一激灵，纷纷抬起头，一脸懵圈地看着他，那睡眼惺忪的样子仿佛在说：“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发生了什么？”软软气得直跺脚：“你们几个，快从我身上下去！”几个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慌忙从石床上爬下来，挤成一排跪在地上，头都不敢抬，连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此主。”实在是软软身上散发的灵气和香味太诱人，他们根本顶不住，睡梦中就不自觉地靠近了他。见到白衣他们跪成一排，软软顿时有种被上坟的感觉，连忙躲到了一边。倒也不用这么抱歉，你们赶紧起来吧。几人慢慢起身，老老实实地坐在了软软身边。洞里气氛有些说不出的尴尬。大清早的咋地了？烦死了！被吵醒的灵楚抻了抻懒腰，翻过肚皮就见另外那4个家伙正围着软软乖乖坐着，一瞬间觉得自己好像梦游了。为了不让气氛这么尴尬，软软跳下石床，拍了拍衣服，提议道：“外面天气挺好，不如去抓些野兔子回来。”说着，他随手拿起地上的牛骨头壳，假装自己很忙。几个人听到这话，简直像得了特赦，赶紧点头，四散开来，各自忙活。就在这时，软软低头时发现自己手臂上的印记不一样，他愣了一下，仔细一看，发现雪白的皮肤上多了一道赤红色的环形纹路。我进阶了，他喃喃自语，眼里满是惊喜。这一刻，他能明显感觉到身体里的灵力充满了，每一寸肌肤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，整个人精神焕发。此时他还沉浸在这种喜悦里，脑海里却突然响起灵宝的声音：“恭喜宿主进阶3阶，灵泉种植空间扩大到100平米，作物成熟时间减少1半，灵泉治愈能力提升，可持续治疗皮肉伤害。”话音刚落，灵泉中的种植土地瞬间扩大，那本来还是枝丫的红薯茎叶已经开始满地爬了，预估最多1周时间就能收获红薯了。牛比克拉斯还没等软软高兴几下，一阵吵闹声就从洞穴外面由远及近而来。“族长，您一定要替我做主，那个软软实在太过分了。”尖锐刺耳的声音从洞口传来。不一会儿，一群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女兽人，她的眼睛金灿灿的，透着一股凌厉的气势，身后跟着一群来势汹汹的兽人。这个女人正是灵猫族的最高雌主，族长米拉。米拉是纯正的黑种灵猫，阶级4阶，是整个灵猫族部落灵力等级最高的雌性，生育能力卓越，无数雄性为她倾倒不已。而米拉作为族长，她的雄性从来不需要出去捕猎，只要接受底下兽人的供养，她也根本不管底下人的死活。如花最是能拍米拉的马屁，每次从软软这里抢到猎物，就将大半献给米拉求得庇护，所以米拉对如花在族里的嚣张跋扈，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米拉一进门，4阶雌性的压迫感瞬间充满整个洞穴，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。她高高在上的看着软软，语气里带着不屑：“你就是软软？”洞里的兽人们开始窃窃私语，议论纷纷。她的皮肤不是黑的吗？怎么一下变得这么白了？还挺好看的。如花仗着米拉撑腰，得意地挺着腰走到前面，指着软软大声说道：“族长，她
他抢了我的猎物，还敢对我动手，您一定要替我做主。软软身后的白毅和燕对视了一眼，默默站到他身后，摆出一副护卫的姿态，随时准备保护他。面对米拉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软软一点都不怂，抬起头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这么大的阵仗闯进我的洞穴，究竟是想干什么？”米拉身边的一个难受人阿布立马跳出来，冲着软软嚷道：“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米拉词主说话？还不跪下认错！”米拉抬手摸了摸阿布的脑袋，嘴角扬起一丝嘲讽的笑容。低等雌性果然就是低等雌性，连规矩都不懂。既然你冒犯了如花，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。软软听了这话，冷笑一声，毫不客气的回击：“冒犯他？他抢了我的猎物，还想对我动手？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。”如花闻言，连忙往米拉旁边靠了靠：“族长，是这软软刁蛮无理。低等雌性向高阶雌性供养猎物本就是应该的，他不肯给我不说，还毁辱我，我就想小小的教训他一下，他却动手打我，还抓花了我的脸。还有他那只野狐狸雄性竟然用尾巴攻击我。”如花装着哭腔，看向软软的表情却挑盼意味十足。软软听着如花恶人先告状，心中1万只羊驼奔腾而过。这死橘猫做态的夹子音听得他真想打人。怎么着，按你说的，你抢我东西还打我，我就得忍着呗。你当我忍者神龟？低等雌性给高阶雌性奉献猎物是你应该做的事情，这是灵猫族的规矩，反抗就是你的错。米拉说着，抬手放在鼻尖，动作充满了上位者的蔑视。罢了，本雌主向来公正，也不会偏袒谁。你把这些还有这些全都送给如花赔罪，本雌主就饶恕你这次冒犯之罪，也不追究你那下贱野兽人雄性。听着米拉的离谱发言，软软直接气笑了。这米拉根本就是和如花蛇属一窝。既然如此，也别怪他说话不客气了。公平公正，无条件偏向高阶雌性就是公平公正吗？我们辛辛苦苦捕的猎物，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想拿走？按你说的，我们在场的雌性雄性都饿死算了。作为族群领袖，你的责任是带领我们活下去，享受我们供养的同时为我们提供庇护，而不是一味的抢夺我们的劳动成果。敢问你做了哪一样让我们幸福的事情？软软的话像是一记重锤，敲在了所有灵猫兽人的心上。族人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敢吭声，脑海里却不由得回想起这些年，整个灵猫部落的生活在米拉的统治下都过得清苦无比，他们的猎物总是被高阶兽人抢走，自己只能捡点剩菜剩饭勉强活着。米拉看着族人们的眼神变了，心里一阵慌乱，但很快眯起眼睛：“你胆子不小啊，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”软软毫不在意的反问：“怎么了，米拉族长？我说错了吗？”随后他抬起手臂，露出3颗阶级印记，语气轻飘飘却带着十足的气势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您好像搞错了，我可不是你说的那个低等雌性。”洞穴里的气氛一下炸开了，什么？他居然是3阶雌性？一群兽人瞪大了眼睛，议论纷纷。如花更是脸都吓白了，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个狗吃屎。软软慢悠悠地放下手臂，目光直直盯着米拉。现在我和如花一样都是3阶雌性，按照规矩，低阶雌性必须供养高阶雌性的说法，应该不成立了吧？米拉听完心里一震，眼睛猛地眯了起来，死死盯着软软，脸色难看得像吞了苍蝇，但他竟一时找不到话来反驳。这时候如花扑通一声跪在米拉面前，哭的那叫一个惨。族长，就算他是3阶雌性，他也不能纵容他的雄性打我啊！而且他抓了那么多猎物，居然藏着不给族人分，根本没把我们当一家人。米拉听完挑了挑眉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像是抓住了软软的把柄。如花说的没错，软软，你纵容雄性攻击雌性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就算你是3阶雌性，也得接受惩罚。说到这儿，米拉话锋一转，目光落到白衣身上，尤其是这只狐狸，居然敢伤雌性，绝不能姑息。来人，把他绑了，用金条抽5天，再赶出部落。白衣听到这话，冷哼一声，大步流星就要上前，却被软软一把拦在身后。雌主，我不想连累您，我愿意承担责任。白衣的声音低沉，眼神复杂，他不愿让软软因为自己陷入麻烦。软软却毫不退让，白衣是我的雄性，自然是听我的话。如果你们说他打了如花，那就是我让他打的。换句话说，如花是我打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不追究吗？现在又是什么意思？米拉被软软这番烧脑的话说得愣住，反应过来后也是彻底没了耐心。别在这里胡搅蛮缠了，攻击雌性的雄性，本雌主是绝对容不下的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话音刚落，阿布带着2名雄性兽人冲了上来。你敢？软软见状直接横在白衣面前，我看谁敢动他。这一句话让周围顿时安静下来，洞穴里的雄兽们全都傻了眼，他们没想到软软竟然会为了自己的雄性公开顶撞族长，这种被雌性保护的感觉让他们心里一阵酸涩和羡慕。白衣看着他眼眶一下子红了，他没想到软软会这样护着自己，心里说不出的感动。随即他单膝跪下，轻轻握住软软的手，低头吻了吻。雌主，谢谢您维护我，但我不想让您难做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软软却毫不犹豫的反手捏住他的下巴，迫使他抬头看向自己。站起来，我们没做错，凭什么受罚？说着他另一只手轻轻摸上白衣的脸，像是在哄小孩。这么好看这么乖的狐狸，要是被打坏了怎么办？软软这动作直接把白衣吊成翘嘴了，他轻声应了一句，看向软软的狐眸水光涔涔。软软转过身，目光直视米拉，我们不接受惩罚，如果你想硬来，那我奉陪到底。说完他背在身后的手悄悄动了一下，木犀异能已经在掌心凝结。灵楚见状人傻了，这不对吧？他以前不是最怕这族长还有如花的吗？害得我们一直憋屈的要死，这怎么不太一样了？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米拉破防似的怒吼一声，他被人捧了一辈子，哪里受过这种气？见到对方要动粗，雷森和石宇猛然变作原形，直接拦在了软软跟前，一蛇一狮的巨大身影压迫感十足。燕虽然负伤，却完全没有后退的意思。灵楚也不再袖手旁观，一闪身变作凶猛赤虎，
对着米拉等人嘶吼一声。此刻兽夫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了，早就看那些灵猫不顺眼，现在机会来了，眼里都是压抑已久的怒火。灵猫们看到这一幕，吓得全都向后退了几步，毕竟他们个子小，根本没法跟这些大块头的肉食猛兽比力气。如花更是直接钻到人群里藏起来，连头都不敢露。而米拉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脸色有点发白。一群雄性乌泱泱的冲上来，将他围在了中间，可没有一人敢上前去对峙。软软，你想造反吗？米拉的声音颤抖着，方才的盛气凌人荡然无存，都是你逼的，装腔作势，不滚便死。软软沉声说道，小小的身影在雄性们的映衬下，却多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，一道冷冷的女声从洞口传了进来，都给我住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话音刚落，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从洞外席卷而来，那些低阶兽人根本扛不住，一个个直接跪倒在地，连软软都觉得腿软，全身动弹不得。这灵力强的吓人，感觉已经快要到5阶了。就在他快要倒下的时候，一只手突然揽住他的腰，把他护在怀里。软软抬头一看，是白翼，他的脸冷冷的，但眼神却很稳，让他心里安定了不少。很快灵力波动平息了，洞口的兽人们赶紧让开了一条路。只见一名手拿手杖、长相美艳的金发女兽人正不紧不慢地走进洞来。米拉看到来人，脸色立刻变了，连忙跪在地上对着女子磕了个头。米拉拜见祭司大人。周围的兽人们听到这话，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也跟着跪下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软软心里一惊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灵猫族真正的掌权者灵猫祭司。我不在，你们就想拆了灵猫族吗？灵猫祭司的声音冷得像冰一样，目光扫过众人，很快落在米拉身上。米拉，你是怎么当族长的？竟然还跟自己的族人动手！米拉吓得连头都不敢抬。祭司大人，不是这样的，都是软软他扰乱族群，还对我不敬，我才……灵猫祭司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转头看向软软，他的眼神扫过软软身边的几只5阶雄性，又瞥了一眼那只稀有的风属性鹏鸟，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软软也在默默观察灵猫祭司，他知道米拉是祭司一手扶上族长位置的，祭司肯定会偏向米拉，接下来不知道又要整什么幺蛾子。你过来！灵猫祭司抬手轻轻招了招软软，语气不急不缓，却让人无法拒绝。软软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但还是稳住情绪，慢慢走上前去。在距离祭司3米远的地方，他停下了脚步，抬头看向对方。米拉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灵猫祭司瞥了一眼还在地上发抖的米拉，询问的语气倒是没有方才那样咄咄逼人。我没有，是如花和米拉族长说，灵猫族的规矩是低等雌性供养高等雌性，他们还要来抢我的食物，我无奈才做出反抗。软软义正言辞的开口。灵猫祭司闻言脸色一沉，手杖猛地敲了一下地面。族群里的雌性同等珍贵，哪里来的低阶供养高阶？谁敢定这样的规矩？他的目光再次落在米拉身上，声音更冷。米拉，身为族长，你竟然放任族人这么做，无论低阶还是高阶雌性都是族群繁衍的希望，你怎么能随意对待？灵猫祭司一步步逼近，米拉被他的气势压得连连后退，脸色变得惨白。要知道灵猫祭司可以把他扶到族长位置，也可以直接把他废下来，但他心里也清楚，目前族里只有他一个4阶雌性，就算他犯了错，祭司也不会真的赶尽杀绝。想到这，米拉垂下眼，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。祭司大人，冬季太苦了，灵猫捕猎能力本来就弱，族里人多难免有人吃不饱，低阶雌性生育能力低，远不如高阶雌性，只有先保住高阶雌性，才能保证族群延续啊。灵猫祭司语气一连也不好再说什么，虽然米拉的话听着冷血，但在资源匮乏的兽市，这就是事实罢了。灵猫祭司叹了口气，语气缓了下来，无论如何，保证所有雌性的存活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先起来吧。谢谢祭司大人。米拉松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但她的眼神在瞬间掠过软软，脸上却闪过一抹恶毒的笑意。低贱的雌性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祭司一走，我一定让你在族里待不下去。软软敏锐地察觉到米拉的心声，毫不客气地用眼神回击过去。看来这女人表面装得服服帖帖，实际上心里根本没打算善罢甘休。一旁的如花见状，趁机跪到灵猫祭司面前，哭哭啼啼地说道：祭司大人，软软纵容他的雄性伤了我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雄性怎么能伤害雌性呢？如花扶着额头上的伤，嘴里说的委屈，可目光却挑衅地瞥向软软。就算今天我捞不到好处，你也别想保住你的那只野狐狸。软软下意识挡在了白衣跟前，目光紧紧盯着灵猫祭司的反应。在族群里，雄性伤害本族雌性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，甚至可以说是大不敬。灵猫祭司扫了如花一眼，面上闪过一丝不耐烦。软软，虽然你已经贵为3阶雌性，但还没生育过，地位自然比不上如花。现在你纵容雄性伤了有过生育的雌性，是你管教不好的问题，你难逃罪责。不过念在是如花先抢了你的食物，这次就不追究了。但记住，再有下次，你的白狐雄性就会被赶出族群。如花的德性，灵猫祭司太清楚了，所以打心里并不愿意站在他这边。而且他也知道软软的几只雄性捕猎能力极强，比如他们抓回来的那只大号牛，全族出动都未必能抓到。如果他真的重罚软软，难免会让软软心生不满，那他自己后面的计划也不好实施。然而如花却不甘心，祭司大人，这不公平，那只野狐狸是什么下贱东西，居然敢对我出手？您不惩罚他，让我以后……够了！灵猫祭司打断了如花的喋喋不休，声音里满是烦躁。你闹来闹去，不就是想让软软一家赔你些猎物？软软，你给他一些就是了。如花被戳穿心思，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。但当他听到祭司命令软软赔猎物时，顿时就不吱哇乱叫了。不给！软软翻了个白眼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我扔了也不会给那死橘猫吃一口。你！如花气得脸都红了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这时米拉走到灵猫祭司身旁，眼里闪过一丝算计，笑着提议：祭司大人，既然软软不愿意赔如花猎物，而如花又觉得委屈，要不就让双方的雄性打一场吧，谁赢了猎物就归谁。此话一出，白衣的嘴角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，这蠢女人真是出了个好主意。阿冷阿热是什么东西，根本不配跟我比。软软也冷哼了一声，阿冷阿热不过是4阶雄性，而白衣他们是5阶，真打起来，阿冷阿热连提鞋都不配。这米拉是在给如花帮忙吧？如花听到这提议瞬间慌了，赶紧对着米拉挤眉弄眼，想让他收回这个主意。阿冷阿热的本事他再清楚不过，怎么
么可能是软软那些雄性的对手？可米拉压根不理他，脸上的算计几乎都写在了脸上。呵呵，等你答应了，我就以阶级相同为理由，让软软最弱的那只风鹏雄性上场。他灵力枯竭，早就跟普通4阶雄性没啥区别，这次必输无疑，到时候所有好东西都是我们的。软软把米拉的心声听得一清二楚，心里冷笑了一声，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。燕灵力枯竭，而且还受了伤，打不过对方是肯定的。米拉真是好心机。灵猫祭司询问似的目光看向软软，怎么样，软软你答应吗？想摆他一道还嫩了点。软软心中有了主意，欣然点头，当然答应。不过祭司大人，既然雄性出错是雌性管教不好，那么我们雌性自然也有责任。不如这样，我和如花比试一场，他要是赢了，我把所有猎物都奉给他。可如果他输了，就把他洞里的猎物全拿出来分给族人平分，如何？你疯了吧，软软？如花瞪大了眼睛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怎么，你不敢吗？软软挑眉，语气里满是讥讽。谁说我不敢了？如花一听激将法，立刻腾地站了起来。上次在你这里吃亏是因为那野狐狸帮你，这次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就等着把食物乖乖交出来吧。软软见目的达成，暗自冷笑，谁送上门还不一定呢。米拉眉头微微一皱，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，但看到双方的体型后，他又放心了。接着灵猫祭司选了一块洞外的空地，作为两人比试的场地，周围的灵猫们全都围了过来，一个个伸着脖子等着看热闹。灵猫祭司站在场地中间，挥了挥手说道：“你们两个都不能下死手，点到为止，谁认输就算谁输。”如花大步走到场地正中，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挑衅。软软，敢自己来挑战我，等着被我踩在脚下吧。话音刚落，如花直接侧身朝软软撞了过去。软软见状，脚下用力，方向一转，直接绕开了如花的撞击，顺势伸脚一勾，直接把如花绊了个狗啃泥。哎呦！如花一头栽进雪地里，狼狈的尖叫了一声，周围安静了半秒，紧接着响起一阵哄堂大笑。笑什么？谁敢再笑我，让他好看！如花胡乱抹了一把脸，气急败坏的吼道，随即连忙爬起来，抬手就朝软软的胳膊挥了过去。软软眉头一皱，反手抓住如花的手臂，借力一跃，抬脚狠狠踹在如花的肚子上。砰！如花被踹得倒退了好几步，肚子一阵翻江倒海，差点没吐出来。踢得漂亮！不远处的燕忍不住叫了一声，眼里满是兴奋。软软听到声音，转头给燕抛了个 wing。白衣见状，嫉妒的眼睛都快冒火了，狠狠瞪了燕一眼。如花揉了揉肚皮，恶狠狠地盯着软软。好啊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软软脸色一沉，这如花虽然笨，但皮糙肉厚，普通的攻击对他来说根本没用，想让他求饶还真不容易。只见如花一个翻身变做了一只肥胖橘猫，后腿用力一蹬，猛地朝软软扑了过去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。软软瞳孔一缩，连忙变成一只小白猫跳开闪避，可如花落地的瞬间就转了方向，继续朝他扑来。眼看两猫就要撞在一起，软软突然伸出爪子，利用雪地的阻力猛然一停，紧接着一个翻身直接勾住了如花的脖子，一跃跳到了他的背上。这一操作看得周围的灵猫们眼睛都直了，谁也不敢出声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动作。还想在我背上偷袭，没门儿！如花怒吼一声，猛地跃起，在空中瞬间变回人形，粗壮的胳膊往后一抓，直接抓住了软软的尾巴。软软痛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尾巴被抓得生疼，像是要被硬生生扯下来一样。他原本勾住如花的爪子也因为疼痛松了开来。如花得意的扭曲着脸，去死吧！说完抡起软软的尾巴，狠狠地将它朝地面砸了下去，眼看就要撞上坚硬的地面。软软、白衣和燕同时惊叫一声，想冲上去帮忙，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，软软腰部猛地一扭，不顾尾巴上的剧痛，借力翻身，直接抱住如花的胳膊，一口咬了上去。啊！如花惨叫一声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。旁边的阿冷和阿热见状气得不行，刚想冲上去帮忙，却被灵猫祭司用手杖拦了下来。你们雌性刚才想下死手，现在被反制了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灵猫祭司的话让场上瞬间安静下来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如花刚才是冲着软软的脊柱去的，而猫科动物的脊柱是命门，一旦断裂，轻则瘫痪，重则丧命。如花痛得尖叫不止，想用另一只手去抓软软，但软软趁机从他手上挣脱，顺着如花的手臂爬了上去，再次跳到了如花的背后，勾住了他的肩膀，一下子变回人形，紧接着环住他的脖子，形成一个标准的裸脚。你还想干什么？如花惊恐地喊了一声，软软的手臂却猛地收紧，力道之大让如花瞬间眼前发黑，脸色惨白，双手在空中胡乱抓了几下，最终身子一软瘫倒在地，场面瞬间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刚才发生的一切太快了，众人根本没反应过来。阿冷和阿热再也顾不了什么，冲上前扶起如花。软软站在一旁背着手冷冷地说道，放心吧，没死。话音刚落，如花抽搐了几下，开始大口喘气，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，但她眼球发红，喉咙里发不出声音，只能指着软软大喘气。怎么还想打？软软弯下腰盯着如花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如花吓得连连摇头，手忙脚乱地扑进了阿冷和阿热的怀里。她刚才大脑一片空白，都见到太奶了。软软看着如花的怂样，满意的笑了笑，转身朝灵猫祭司抬手，祭司大人，应该宣布比试结果了吧？灵猫祭司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举起拐杖郑重宣布，此次比试软软获胜，来人，把如花的猎物全拿出来给族人们平分。软软赢了，太好了，有猎物吃了。周围的兽人们欢呼起来，一个个兴奋的不行，他们已经饿了好几天，现在终于能沾软软的光，吃上一顿饱饭了。雌主你太棒了！白衣第一个冲了过来，直接把软软抱了起来，原地转了好几个圈。行了行了，雌主刚打完架累着呢，你别乱碰他。燕看不下去了，一把软软从白衣怀里抢了过来，抱在自己面前检查了一番。雌主，你没有哪里痛吧？尾巴有没有受伤？没事没事，别这么紧张。软软被燕拎着嘎吱窝，小脚不自在的在空中搓了搓，觉得有点尴尬。石于素来平静如水的眼眸，在看到软软和其他雄性亲密互动时，竟然泛起了些许涟漪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看到软软和别人靠得这么紧，心里会这么不舒服？雷森站在原地对着软软温温笑着，他也没想到，那个曾经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恶雌，如今也能成为大家交口称赞的对象。而在一片热闹的欢呼声中，米拉恨铁不成钢的白了如花一眼，死死握着拳头，
指甲都似乎要嵌进肉里，没用的东西。好了，大家各自回洞里吧，稍后我会让人分发猎物。灵猫祭司挥了挥手，示意众人散去。没过多久，洞外传来了如花的哭闹声，给我留一点啊，这个不许拿。祭司大人只说平分，没说全拿，谁让你输了软软的？就是，这兔子还是你昨天抢我的，拿来吧你，让你平时抢我们东西，这下遭报应了吧？山洞里，白衣拎着从如花分来的鹿肉，在软软面前晃了晃，笑得满脸得意。那肥猫还真能藏，洞里洞外搜出来的猎物都够部落吃好几天呢。我们自己送的也不少吧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灵楚靠在洞口，双臂交叉在胸前，语气里透着浓浓的不满。白衣听得火气直冒，转头怼了回去。行了，灵楚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还揪着不放，又不是词主送的，是以前那恶词。灵楚冷哼一声，瞥了白衣一眼，你还真信什么肉体灵魂的鬼话？迟早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出洞，一副死不合群的模样。好了，别吵了。软软抬手拍了拍白衣的胳膊，灵楚对我有意见是他的事，你别理他就行了。白衣本来还气鼓鼓的，被软软这么一安抚，脸上的愤怒瞬间消散，反而笑嘻嘻的抓起软软的手，在自己脸上蹭了蹭。够了，燕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上前把白衣往后一推，然后对软软说道：词主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们生火烤肉，你吃一些好不好？没事，我不累。软软摇了摇头，你们先生火，我出去找点东西。对了，石鱼和雷森呢？他们去滨河捕鱼了。燕随口答道。软软点点头，随即注意到燕胳膊上的伤，拉过他的手仔细看了看，发现伤口已经结痂了，看来用不了几天就能好。你的伤还痛吗？被软软热乎的小手一碰，燕的睫毛颤了颤，还痛，好想让词主安慰我。白衣刚才抱了他笑得那样开心，他一定更喜欢白衣一些吧。讨厌的白衣听到心声的软软忍不住笑了笑，这家伙心思这么细腻，看来是真有点缺爱啊。来，我给你吹吹。软软踮起脚尖，鼓起腮帮子，对着燕的伤口轻轻吹了几口气，丝丝凉风绕在伤口上。燕低头一看，就见软软粉嫩的嘴唇近在咫尺，连她身上那甜甜的杏烯素香味都清晰可闻。她心跳加快，眼神迷离，忍不住低下头想要靠近他一点。软软敏锐的猫耳觉察到了对方越来越快的心跳，好奇抬头的刹那，一只手突然横在了他的面前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燕的嘴直接亲在了白衣的手背上。白衣，你有病吧？燕一下子跳到了一边，疯狂吐口水。白衣则是一脸嫌弃的拿出兽皮擦手，边擦边嘟囔：恶心死了，弄我一手口水。燕这死鸟真是的，要不是我刚才拦着，你还不得亲到词主呢？那个，你们慢慢忙吧，我先出去了。软软脸上一热，赶紧找了个借口跑出了洞。看着软软离开的背影，燕愣在原地，脸上逐渐爬上了一丝深深的自责。我刚才在干什么？居然没经过词主的同意就想亲近他，词主一定讨厌我了吧？软软平复了一下心绪，随后朝部落附近的冰河走去。一到河边，就看见了守在冰面上抓鱼的雷森和石鱼。雷森蹲在冰洞旁，眉头紧锁，一脸无奈的样子，而石鱼则是脸色苍白，整个人看起来虚的不行，甚至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那青绿色的蛇尾微微蜷缩着，止不住的颤抖。雷森，石鱼这是怎么了？软软快步上前，声音里透着焦急。雷森听见软软的声音，连忙站起来解释：词主，冰层越来越厚了，水面昨晚彻底冻住了，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凿开，但是水面离洞口太远了，根本够不到下面的鱼，除非跳进水里。软软走近一看，冰洞的厚度足有2米，若不是兽夫们每天都将结冰的洞打开，恐怕连水面都见不到了。算了，别捕鱼了，等我做好捕兔陷阱，咱们先去抓兔子。进河水里又冷又不安全，别冒险了。雷森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明天我和灵楚再出去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抓些大点的猎物。话音刚落，软软还没来得及接话，便见一旁默不作声的石鱼突然身子一晃，整个人直直的朝冰洞里倒了下去。妈呀！石鱼！软软吓得大叫一声，连忙冲上前去，在石鱼即将沉入水底的刹那，眼疾手快的用意能照出树藤缠住了他，拼命往上拉。雷森见状也赶紧上前帮忙，反手扯住软软手中的树藤，将浑身僵硬的石鱼拖了上来。刚被拉上来的石鱼脸色铁青，浑身冰冷的吓人，长发还在出水的瞬间结了冰，看起来已经快不行了。石鱼你怎么样了？快醒醒！软软靠在石鱼的胸口仔细听了听，又摸了摸他的脉搏，却什么都感觉不到，只觉得他身上冷得动手，呼吸也停了。软软顾不上多想，连忙双手交叉快速的给石鱼做心肺复苏。做了几组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捏住石鱼的鼻子，直接把嘴贴上了他的嘴唇，开始做人工呼吸。一旁的雷森傻在了原地，他晕过去了，为什么要捂他？可软软没工夫管雷森怎么想，继续一边按压一边吹气，全身心的救人，却没注意到石鱼已经睁开了那双碧绿色的眸子，正悠悠的盯着他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。软软又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再次低下头做人工呼吸时，一双冰冷却有力的手臂突然环住了他，将他紧紧的抱住。软软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想抬头，可却被按了回去。石鱼反客为主，直接吻住了他那绵软的唇瓣，一阵阵凌厉的涟漪在身上翻涌，肌肉的僵硬慢慢缓解，脸上也恢复了一丝血色。他的蛇尾不自觉地蜷成了一团，面色微微泛红。他心里激动的不行，果然我的猜测是对的，只要和词主亲密接触，就能从他身上获得灵力滋养我的身体。虽然效果不如更亲密的结合那么强，但已经足够缓解我的不适了。然而软软却快喘不过气了，他难受地挣扎着，双手用力推开石鱼的胸膛，甚至还捶了几下。石鱼看着他挣扎的样子，手上的力道慢慢松开，便见身上的小人一下子就滑走了。憋死我了！软软大口喘着气，捂着胸口瞪了石鱼一眼，石鱼却低头舔了舔唇，回味着刚才的触感，眼神里带着几分意犹未尽。雷森俊朗的脸上有些阴沉，盯着石鱼的眼神翻涌起极度的火焰。其实他本不在乎软软有几只雄性的，只是他跟了软软这样久都没有吻过，这条后来的臭蛇凭什么？想到这，雷森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冰洞上。石鱼是掉进冰洞才被软软吻的，那要是我也掉进去，他是不是也会吻我呢？正在喘气的软软听到雷森的心声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家伙不会真想跳下去吧？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只见雷森没有犹豫，大步流星地走到了冰洞旁边，就那么水灵灵地跳了进去。